最近我們聊了幾集有關喝咖啡可能引起血液膽固醇跟 LDL 升高的風險這個影片發表以後引起很熱烈的回響那麼有頻道會員呢在影片下方留言說，邱醫師，如果不喝咖啡改喝茶，是不是可以避開喝咖啡的壞處？茶總沒有咖啡醇的嘛還有呢，就是為什麼喝茶對健康有好處？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在今天節目開始前，請大家多多訂閱邱醫師的頻道，訂閱越多，邱醫師講的越起勁越開心，我會找更多更有用的資料來幫助更多的人。好，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了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喝茶對健康的好處是怎麼來的是不是就比喝咖啡要好？首先我們要知道茶裡面到底有什麼成分。如果你查這個醫學文獻呢，說茶跟健康你會發現說有很多醫學文獻已經發表了這個大概都已經證實了。第一個可以改善血脂肪還有可以改善血糖跟血壓。那血脂肪好像我應該喝吧對不對？因為我血脂肪有點偏高嘛。再來就是降低冠心病跟中風的風險第三個是改善認知功能，就是改善一些神經退化性的疾病。第四個呢，就是有益肠道的益生菌，可能對于健康還会再進一步加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根據研究是有一些抗癌的效果為什麼說茶有這樣的好處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如果你查一些資料，或者你看一些營養專家在講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很多營養專家說茶裡面有兒茶素對不對？有咖啡因還有多酚這樣的抗氧化物質。好像把多酚跟兒茶素講成是兩樣東西，這是不對的今天要跟你講多酚類的抗氧化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其實多酚類不是一樣物質，多酚類是有8000多種的物質統稱叫做多酚類的物質，因為它是 polyphenol 嘛，它就是有一酚的環狀結構，至少有3個圈這樣的結構，這種物質都叫做多酚類的抗氧化物質。只要是多酚它就有幾種好處，就是剛剛講過的抗癌嘛，還有減少心血管疾病，還有就是糖尿病。還有神經退化性的疾病跟骨質疏鬆。剛剛有提到兒茶素跟多酚其實兒茶素就是多酚。怎麼說邱醫師找到一個資料呢，搞清楚了，就是多酚到底是含有哪些東西叫多酚呢這個資料來源是2020年有一篇種树的系統性的回顧發表在應用科學的期刊，把多酚的這個整個分類講得很清楚。大家看一下這張圖，上面全部都叫多酚，然後裡面分成3大塊，中間這一塊叫做類黃酮。那右邊這一塊叫做非類黃酮，左邊這一塊叫做酚酸，分的3大類。中間的類黃酮包括我們最常見的6樣東西，是哪6樣呢？就是黄酮、黃烷酮、黄酮醇、異黄酮，還有兒茶素跟花青素。你看這6樣東西，我剛剛不是講說兒茶素就是多酚嘛？其實兒茶素就是類黃酮當中的一種，而類黃酮又是多酚底下的一大類這樣大家就明白了。我們的頻道呢已經推出會員制度了如果對邱醫師這個頻道邱正弘談健康有興趣的話呢，歡迎大家加入會員。邱醫師會有很多福利給我們的會員希望大家都來加入右邊這一群叫做非類黃酮，它包括哪些東西？大家常聽的什麼葡萄酒裡面的這個白藜蘆醇薑裡面或者咖喱裡面的薑黃素它就是非類黄酮的多酚類的抗氧化物。還有那酚酸是哪些東西叫酚酸呢？肉桂酸就是酚酸的一種。我這樣一講大家就知道了嘛。如果以後有人跟你講說肉桂酸，那你就知道說它就是多酚類的抗氧化物嘛，它列在这個酚酸這個群組當中。那薑黃素呢，它也是多酚類的抗氧化物，它列在非類黃酮這一類的物質當中，白藜蘆醇也是，這樣就知道了1930年代有一個匈牙利的化學家叫做 St. George。他呢是做化學方面的研究，在他研究這個檸檬當中的維他命 C 的時候呢，發現說檸檬除了維他命 C 還有一個物質叫做類黃酮。這個物質呢可以跟維他命 C 協同作用來保護微血管的通透性當時呢他就把這個類黃酮命名為另外一種維他命，叫維他命 P，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還有維他命 P 當然就是跟命名有關。所以呢他在1937年呢獲得了諾貝爾獎。多酚類的抗氧化物為什麼它對於健康有好處？以前邱醫師在電視上也跟大家講，在我的頻道裡面也跟大家講說，如果你要減肥呢，你應該要喝茶。為什麼？因為茶呢可以抑制糖分跟抑制這個熱量的攝取。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效果？現在就跟大家報告，因為多酚它有很多 phenol 嘛，那 phenol 上面都有 OHG， 那個叫羥基。那這個羥基呢會跟葡萄糖的醛基 CHO 結合，變成一個配糖體，使這個糖分的吸收變差。那大家知道我們吃的飯、麵、糖果、水果、這個餅乾、蛋糕、點心、飲料，這些裡面都有糖分那這些糖分如果進來都被吸收到身體裡面，你就容易熱量超標，容易發胖。
那所以呢，我說你在吃的這些東西，趕快喝個濃茶，利用茶裡面兒茶素的羥基來跟這個葡萄糖的醛基作用啊，使得葡萄糖的吸收會降低。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多酚類的羥基呢，也會跟蛋白質的硫氫基或氨基結合啊，使它呢變性。我們的消化酶就是蛋白質啊，我們胃有胃蛋白酶，口腔裡面有阿爾法澱粉酶，胰臟還有胰蛋白酶。到了小腸當中還有葡萄糖苷酶，那這些東西都是蛋白質。你一旦喝了茶以後呢，茶的裡面的多酚的 OHG 跟這些蛋白質的硫氫基或者氨基結合以後，這些酶呢作用就會被減弱、降低，甚至被破壞掉。那這樣的情況底下，消化力就會降低，消化力降低以後，吸收的這個熱量就會減少，你就會達到減肥的效果了哈。所以今天回答這位頻道會員的問題，就是說喝茶有沒有比喝咖啡健康？如果以咖啡醇的角度來看呢，喝茶的確是比咖啡健康一點。茶裡面的咖啡因啊，大概只有咖啡的1/3到1/4啦。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這個咖啡因來幫助我們精神比較抖擻，然後呢運動表現比較優秀，那這個時候呢喝茶的效力會比咖啡再弱一點。但是呢，如果以咖啡醇影響膽固醇跟 LDL 的角度來看呢，的確喝茶是比喝咖啡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我們的頻道已經開通會員制了歡迎大家踴躍加入會員，邱醫師會給我們的會員很多福利跟好處，我們一起來探索健康。我們要用有科學根據、有實證精神的資訊來幫助大家健康加財富。好，我們下回再見嘍，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